青云啊，你要看着我死，证明我不是卑鄙自裁，而是有份报比，怪不得任何人。可是姑母，你分明是被太后逼死的。眼下你我都已无力反驳，你要活下去，你连恨都不要有。你不仅要让有护鲁氏不杀你，还要让他成为你的助理。你要当皇后，才是为我报仇，更是对我的报答啊！你比我幸运，你已经有皇上的宠爱，千万不要像姑母这样成为一个弃妇。青云，乌拉那拉氏已经有一个弃妇了，再不能出第二个弃妇了。姑母，那一年，先帝封我为皇后，那是我最好的时光，身应殊荣。我爱的人也没有离开我。姑母，我去的时候，景仁公已经死了，出来的是庆主儿。太后，出来的是亲主。成汉进去时，景仁宫那位已经气绝了，伺候他的秀夏也跟着自裁了。景仁公死了，那青英暂时让他活着吧。那景仁宫那位是不是密不发丧？哀家明日去见皇帝，与他商议。回皇上的话，待丧仪一毕，太后将迁居慈宁宫，太妃们迁居寿康宫，东西六宫会立刻拾掇出来，供嫔妃们居住。回禀皇上，景仁公过身了。什么？是秦主儿所言，报的是暴毙。真是暴毙？秦主儿是亲眼瞧着景仁公过身的。是服毒。毒从何来？之前太后去过景仁宫。让人去照顾景仁公的身后事。今儿个夜深了，明天一早，请清卓过来。这。景仁公过身了，他怎么死的？王清支支吾吾的，也说不太明白，只说皇上也很惊诧于景仁公骤然离世。王清不敢说，才见景仁公死得蹊跷。不过不管怎么说，死了便好了。景仁公活着就是个祸害。啊，天色也不早了，
姐姐这些日子也乏了，妾身就先行告退了。莲心，送侧福晋。是。这景仁宫本是皇后，该颐养天年。若不是言行得救，失欢于先帝，也不至于落得如此下场。看来皇后之位不易做呀。您与景仁宫怎么一样？您出身大族，又有皇子。景仁宫何尝不是出身大族，又有皇子？只是皇子早夭，宠妃当权，才知太后一味易主，潦倒丧命，身后连史书都不得记载，仿若是一粒不曾存在的尘埃。无论皇上怎么想，只要将来娘娘稳坐皇后之位，咱们的22个平安长大就好。皇上嘛，难免有宠爱之人，只盼他们先别生下皇子才好。若是嫡子长成，宠妃们再生下庶子，也就不怕了。皇上，慈宁宫历来为太后所居，既是太后所居，必得郑重待之。传朕旨意，精修慈宁宫，以供太后颐养天年。既有精修慈宁宫一时就住不得人，那太后可以暂住寿康宫。让太后和太妃们同住，这也太窄巴了点儿。哎，这，皇上小心为太后，奴才立刻举办。主儿，您为了老主子都哭了一夜了，现在要去见皇上，您好歹得打起点精神来啊！景仁宫过身了，皇帝知道了吧？是。秦英派人来禀过，说景仁宫是忧愤暴毙。忧愤暴毙？如何暴毙？不是自裁？秦英是景仁宫的侄女，所言应该不虚。那无论如何，景仁宫身份尴尬，他的丧仪，皇帝打算如何处置啊？虽无尊封，但先帝到底是未曾废后，景仁宫又因为皇阿玛驾崩而伤心暴毙，儿子打算以皇后之礼将其安葬。既无尊封，就不能以皇后之礼下葬，也不能与先帝同葬，才是先帝所言的死生不复相见。